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赵丽颖1年不进组，现身上海带娃喝咖啡，顶流的这份清醒让谁慌了？说实话，看到赵丽颖1年多没进组，带娃喝咖啡，给谢娜送花篮那一刻，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活明白了。娱乐圈这口大染缸里，肯踩刹车的顶流不多，敢踩死刹车的更少。先说时间线，别弄混了。赵丽颖是2006年前后开始在圈里跑龙套，真正在大众视野里站稳脚跟，是新《还珠格格》《陆贞传奇》那一批作品之后的事。中间一路往上冲，《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风吹半夏一路打，几乎没怎么停过。你看百度百科那一长串作品年表，密密麻麻，跟日历似的，空白很少。尤其这2年，他的节奏大家应该有印象。2023年前后，风吹半夏与凤凰这些项目轮着来，电视剧、电影、综艺、商业活动一锅炖，妥妥的拼命三娘人设不是白叫的。圈里不少工作人员都提过，他是那种可以连轴转、凌晨收工，第2天照常上妆开工的类型。老实说，身体要是扛不住，早就趴下了。结果呢？2024年5月小城大事杀青之后，到现在1年多没进组，这跨度在他身上挺反常。别说粉丝，连不少行业内的人都愣了一下。赵丽颖这节奏是要转赛道还是退一步了？我就纳闷了。有些网友一看他停工休息，第一反应不是人该歇歇，而是不是怀2胎了，是不是跟冯绍峰复婚了，是不是退出娱乐圈了？八卦脑子开到最大档，谁跟谁说句话，送个花篮都能脑补出连续剧。说到复婚这段，真是醉了。网上一搜赵丽颖，后面自动跳出来的就是冯绍峰复婚带娃同居之类的联想词，跟搜索引擎打配合似的。可你看权威媒体的报道，没有一家正经媒体说他复婚了，全是所谓知情人士透露、网友爆料，全靠想象力硬撑。而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狗子偶尔拍到他，基本就是带儿子出门接送放学、逛街吃饭这种日常，穿个卫衣牛仔裤，戴个帽子口罩，身边也没一堆保镖助理开道，就是一个单亲妈带孩子，特普通。那次在上海咖啡厅被偶遇的照片，我看了好几遍。红色帽子，低马尾，黑框眼镜，牛仔裤，没化妆，皮肤状态还不错，坐在角落里点了咖啡和甜品，跟朋友聊了2个小时。他不玩手机，不刷短视频，就聊天发呆。你说这画面放在北京三里屯任何一家咖啡馆里，你都能信。而咖啡馆里那些人老有意思了，大家其实都认出来了，谁也没过去打扰，就装作若无其事，等人家走了，集体炸一下，开始在小红书、微博上分享我刚才跟赵丽颖在一个咖啡馆，这就挺中国式追星的，当面给你留体面，背后发疯是截图转发。说回急流勇退这4个字，很多人现在爱拿这词儿说他，好像他是已经看淡名利，彻底躺平了似的。我觉得吧，这词用在他身上有点外行。他现在这状态，更像是一个长期高强度工作的人，终于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当机器了，得给自己按个暂停键。你想啊，一个人出道20年，前7年跑龙套，后面10几年疯狂填档期，演了将近60个角色。他自己在访谈里说，看以前作品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去过澳大利亚。这话听着有点好笑，其实挺扎心的，就是忙到哪都记不住，生活是被剧组、通告、航班拆碎的。这种节奏要是一直不刹车，人早晚会麻木。他现在38岁，事业上有代表作，有奖项，
资源也不缺，他反而敢停，这才是难得的。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心里都是我不拍就没人记得我了，流量会掉，拼命往上拱，哪怕身体垮了，脸崩了，也不敢休息。而他偏不，杀青前就公开说要给自己放个长假，回归生活。你说是急流勇退也行，但我更愿意叫及时止损。从来不是只有跌到谷底才叫勇敢，在还在高位的时候懂得收一收，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再说她当妈这件事，很多人老爱拿事业型女性和好妈妈对立起来，仿佛你工作忙一点就是不顾家。赵丽颖当年怀孕、生子、复出、离婚，一路走过来被放大解读无数次。现在她明显把时间多给了孩子，接送、陪伴，日常相处都亲力亲为，这不正是很多人口口声声说的别让孩子缺失母爱吗？可网络舆论的魔幻就在这儿，你工作忙，骂你不顾孩子，你停下来带娃，又开始说你是不是被迫退圈，是不是嫁回去了，怎么选都有嘴在后边叨叨。我就纳闷了，网友这双重标准哪学的？辅导班开的？再看谢娜演唱会这一出，特有意思。5月5号，谢娜在成都办出道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场馆外面花篮摆得跟一条胡同一样，半个圈子的人都在花卡上亮相。赵丽颖送了2个粉色系花篮，还专门用谢娜的应援色。贺卡上写着祝大哥演唱会圆满成功，署名是他。很多年轻一点的网友可能不知道赵丽颖叫谢娜大哥这个梗是怎么来的。2015年他俩一起录综艺，总是莫名其妙撞衫，被观众调侃成大哥二弟。后来干脆真就这么互称了，一叫就是10年。你看这个称呼没换，感情也就差不了哪去。而他人没去，只送花，我反而觉得这操作挺聪明的。一来，他现在基本处于半隐身状态，要真出现在演唱会现场，镜头估计要给他扫半天。话题直接从谢娜首场演唱会变成赵丽颖罕见露面，主角就乱了。二来，圈内那天到场的艺人不少，有歌手，有主持人，有演员。他一去，很容易被拿来做对比、做排名、做联动话题。说白了，人情到了，祝福到了，话题也有了，但他本人不抢戏，不给主办方添额外的舆论压力，也不给自己增加无谓的曝光。这种人不在但排面在的处理方式，特符合他现在的状态，退一步，但不消失。还有一点挺关键的，大家可能没太注意，赵丽颖这2年在角色选择上，其实已经悄悄转向了。你看她早期是典型的古偶小花路线，《花千骨》《楚乔传》这种大女主爽剧为主，观众记住的是拼命励志，从小人物逆袭。但到《知否谁是凶手》《风吹半夏》这些，她开始明显往现实题材、复杂人物上靠。人物年龄层和社会身份也在往上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中场调整，不是那种永远靠甜妹、仙女、少女滤镜吃饭的路线，而是往有演技的成熟女演员走。这个阶段适当停一停，等一个真正合适的好本子，而不是1年播3、4个差不多的人设，这对他来说反而更重要。我有个做制片的朋友说过一句话挺扎心的，越到中年，女演员越要学会说不。你再拼，剧本不行，团队不行，角色不行，你把命搭上去也白费。观众不会记得你有多辛苦，只会记得怎么又是这种烂剧。所以他现在这1年多没进组，很多项目传来传去都没落定，我反而觉得挺靠谱的。说明他在挑，而不是谁来都接。说实话，我挺佩服他有勇气把生活重新拉回来一部分。接孩子放学，在咖啡馆发呆，跟老友互相打气，
用一个绰号延续10年的友谊，这些听着平平无奇，但对一个从18、19岁就在剧组里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是一种迟到的正常生活。而咱们这些围观群众，也真没必要动不动就拿退圈、复婚、怀孕这些词往他身上贴。人家不过是从超负荷工作状态退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节奏而已。他不是消失了，是暂时不在镜头前了，这俩事儿差得老远。话说回来，赵丽颖这个阶段的选择，对很多职场人其实挺有参考价值。你不一定是顶流，但你肯定有过那种长期高压、没有自己时间的阶段。等你有一点底气，有一点积累的时候，你敢不敢停下来几个月，哪怕是减一半项目，留一点时间给家人，给自己？大多数人是不敢的，因为怕掉队。而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人不是只有往上冲这一种姿势，学会刹车也是本事。以后他再回归，演不演大女主，拿不拿奖，那是后话了。起码现在，他活得像个有生活的人，而不是只有角色，没有自我的拼命三娘。您怎么看赵丽颖这1年多的消失和悠闲？是高情商的自我调节，还是资源足够才有底气慢下来？欢迎在评论区聊聊。